俄罗斯军工体系已经没有未来。事实证明，俄军不仅面临后勤问题，军工体系也不行。战争初期，俄军基辅攻势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后勤保障系统跟不上。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俄罗斯政府或许进行了一些调整，改进后勤维护问题，但没什么效果。俄罗斯3架图160趴窝，伊尔76迫降也证明了这一点。后勤维护出现问题，俄罗斯的军工水平也不怎么样。克里姆林宫所宣称的战时经济虽然增加了武器产能，但这也是有代价的。那么，俄罗斯军工的真实水平如何？战时经济又有什么问题？9月2日至3日，俄军派出了自家的大将图160对乌克兰本土发动导弹袭击，结果却是3架图160集体趴窝。第一架图160发射机构出现了故障，在一弹未发的情况下被迫返航，估计是平常维护不足，加上高强度使用，关键组件寿命耗尽。第二架图160在执行任务时被闪电击中，直接天降正义，驾驶舱窗户受损，机组人员紧急返航，生怕再被雷击。火力军估计这是因为机体老化和维护不良，导致飞机在高风险环境下的抵抗力降低，比如雷暴天气。第3架图160则是直接在机场罢工，没能在恩格斯机场起飞，具体故障现在还不确定。与此同时，一架伊尔76在起飞后不久因故障迫降，原因是发动机出现故障。就俄罗斯的情况来看，飞机事故并非偶然，无论是3架图160集体掉链子，还是伊尔76紧急迫降，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在频繁使用的情况下，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机因组件耗尽寿命和维护不足，妥善率大幅度下降。那么俄罗斯的后勤维护为什么那么差？其军工水平又停留在哪个阶段？俄罗斯的后勤问题我们很早之前就聊过，这是俄罗斯的老毛病了。乌俄战争开始之前，俄罗斯的军事后勤体系就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只是平常隐藏的比较好，在战时状态下才彻底暴露。归根结底还是转型失败的问题。苏联解体后，因长期缺乏政府订单，俄罗斯的军工综合体接连倒闭，技术人才严重流失。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中的大部分人员年龄都在55岁以上，设备也有毛病，其70%的设备生产于20世纪，智能化程度低下，早已过时，很多维护工作高度依赖人力。所以在2022年之前，俄罗斯自己家的学者就曾表示，体系存在资源效率低下、燃料和食物仓库数量不足等问题，大部分改革努力都不成功或仍在改进中。如果不打仗，那一切还好，飞机一直停在机库都没事，反正只是偶尔飞一飞。但是乌俄战争爆发后，这些积累已久的问题就爆发了。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制裁，没有直接孤立俄罗斯，还限制高科技产品，比如半导体和飞机设备的出口。俄罗斯的军事设备和高科技产品，比如先进武器系统，需要依赖台积电等公司的先进芯片。供应链被切断之后，俄罗斯开始搞走私，从第三方国家和灰色市场获取那些未经授权的产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问题，但属于治标不治本。这些未经授权的翻新设备故障率太高，还没有后续的保障，设备坏了之后也没人管，外部制裁的压力转化为内部的质量和维护问题，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乌俄战争也导致俄罗斯劳动力短缺。对于俄罗斯的军工企业来说，在战时经济的情况下，一切向军事靠拢，企业不缺劳工，缺的是合格且受过培训的工人。武器系统的制造和维护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技能，没有足够的熟练工人，即使能通过走私进口获得所需的零部件，也无法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零部件故障率高，工人技术不好，加上俄罗斯长久以来的后勤问题，图160趴窝火力军一点都不意外。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后勤体系烂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俄罗斯当前的军工水平。如果用2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很烂。俄罗斯的军工水平大致可以概括为严重依赖苏联时代遗留的技术和研究，无法建造真正先进的新系统，所以很烂。这样说估计可能会有人反驳，俄军生产的武器那么多，种类那么全，怎么可能不行？对此，火力军只能表示，强大的是苏联，而不是现在的俄罗斯。提到苏联军工，火力军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力出奇迹，比如战初就被干掉的莫斯科号，在苏联时期性能相当不错，无论是制海作战还是海上防空方面，性能都是顶呱呱。位于剑桥的2排 P500 主打火力猛就是一切。还有台风级和潜艇，苏联眼看美国推出俄海俄级，觉得自己也要搞一个，但问题在于技术水平不够，达不到制造大尺寸耐压客体的要求，也无法将 P39 潜射导弹小型化，只能猛加潜艇尺寸。于是台风级出现了，排水量高达46000吨。
性能只能说勉强接受，携带的潜射导弹只比俄亥俄级少4枚，虽然有噪音的缺陷，但不是不能用。N1火箭也是类似的道理，4次发射失败后，苏联又拿出了自己的传统手艺，推力不够那就一直加发动机，总能把火箭推上去，最终加了30台 NK-15发动机。还有米格25，为了实现高空高速，直接拿不锈钢制造，舍弃了其他性能。如果不是苏联飞行员叛逃事件，估计美国想破脑袋都不会明白，为什么会有神经病给一个用不锈钢制成的砖头加上发动机。在苏联这边，类似的武器有很多，这也没办法，整体工业水平落后，想达到某项重要指标，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也就是技术不够，设计来凑，通过挖掘自有技术的极限，设计整合系统，使装备达到美国同等产品的水平。整体来看的话，苏联的军工水平其实还能接受。不管怎么说，武器性能与美国处于同一水平。至于俄罗斯的军工，火力军只能说祖上阔过，但是老祖宗的遗产一分，直接就拉胯了。在苏联时期，军工企业是化整为零，把整个国家当做一个流水线，一个人生产火箭发动机，另一个生产弹头与弹体。这种模式很好，速度与质量都能保障。但问题在于苏联崩了，原本完整的军工体系直接分崩离析。作为苏联最大的继承人，俄罗斯分到了 70% 的国防工业以及 80% 的重工业，看起来很猛，实际啥也不是，就像是一个完整的积木分成10几份，俄罗斯拿的再多也拼不成一个完整的积木。军工体系就是这样，这也导致俄罗斯军工水平一直拉胯。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战略导弹的年产量从115枚降至10枚，坦克从1600辆下降到5辆，装甲车从3400辆降至250辆，直升机从450架降至75架，飞机从470架降至20架，弹药生产下降 93%， 布油生产完全停止，几百个企业彻底关门，4家核潜艇工厂有3家停工，8家火箭企业全面停产，军工企业靠订单根本无法生存，企业倒闭，人员也出现了断层。在苏联解体初期，科研机构也减少 24%， 每年跑掉10几万的科研人才，朝鲜就是受益人之一。没钱，人又跑完了，俄罗斯无法研究新技术，只能在苏联的基础上修修改改，也就是我们一直常说的考古式科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在2021年的时候，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给出了一组数据，在俄罗斯 GDP 中，工业占 35%， 但其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就占了 80% 以上，这也就意味着其他领域的工业制造业已经半死不活。特别是电子工业上，俄罗斯更是处于绝对的弱势。从破坏能力上来看，冷战时期的武器其实跟现在差不多，差别最大的是电子和电气技术部分，比如雷达、战机、导弹使用的半导体材料。想要研究这东西，就要有企业砸钱搞研究，之后把产品推到民用市场赚钱，反哺军事科技。不过很遗憾，俄罗斯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苏联时期的经济计划锁死了发展路径，只能跟现在的伊朗一样一路搞山寨，所以产品性能不太好，但也不是完全不能用。在20世纪80年代，美欧都在研究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苏联还在大力出奇迹，二者彻底拉开了差距。等到苏联解体，俄罗斯继位后，不搞计划经济，可以发展电子工业，但是没钱，也没有企业搞研究。而且对于俄罗斯来说，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保住现有的产业，而不是研究新技术。为了应对规模过大和生产严重过剩，俄罗斯开始军用转民用，通过生产民用产品维持其工业基础。只是这种改革虽然解决了资金问题，但是国内军事后勤与维护体系的现代化就被忽略了。加上俄罗斯追求武器出口赚钱，军工企业与军队的需求脱节，后勤与维护方面的窟窿越来越大，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乌俄战争打响之后，后勤保障和装备妥善率的问题集中爆发。除了这次的图160趴窝、1276迫降，战出的基辅攻势更能说明这一点。一支15万人的入侵部队，每天需要3万吨的各类补给品。只是因为准备不足，俄军后勤保障跟不上前线的推进速度，于是攻势以失败告终，坦克丢了一大堆。在叙利亚军事行动中，俄军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由于军方海运能力不足，俄罗斯只能租用民用船只来运输物资。不过按照俄罗斯的说法，乌俄战争开始后，俄罗斯就进入了战时经济，武器装备的生产速度大幅上涨。这点火力军也承认，但这是有代价的。对于俄罗斯的军工水平来说，这并不是提升，而是倒退。普京上任后，通过改革军队、控制国家和集中生产的模式，逐步恢复了军工生产水平。在2019年的时候，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其现代化武器装备比例将达到 68.2%， 也在研究一些高科技产品，比如 S-500 猎人无人机等。
这个数据到底是不是真的，火力军也不确定，就暂且相信一下。但是战争打响之后，一切都变了。俄罗斯转向战时经济，产量增加，但质量不保证。在乌俄战争爆发前，无论是主战坦克还是无人机弹药，产量都大幅增加。比如坦克，在2021年的时候，俄罗斯 T90M 产量仅约66辆。之前，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总裁谢尔盖·切梅佐夫表示，坦克产量增长6倍，装甲车产量增长3.5倍，火炮和多管火箭炮产量增长1.5倍，弹药产量增长60倍。这些数据我们无从考核，但肯定是增加了的。在此之前，普京就要求军工企业全速开动生产，缩短生产时间，扩大生产范围，必要时直接24小时轮班，这就是典型的战时策略。通过增加工作强度和人力投入，增加武器的产量。在无人机领域，俄罗斯还采用了非常规的手段，比如阿拉布加工厂，为了保证产量，专门从非洲和拉丁美洲招募女性，其中约90%从事无人机制造中技能要求最低的任务，还计划招募2.5万名新的劳工移民，将员工总数增至5万人。朝鲜那边也派劳工进入俄罗斯，帮助俄罗斯生产武器。所以就结果来看，火力军愿意相信俄罗斯武器产量增加，但是这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拿量取胜，从追求技术优势的现代化战争模式转变为以量取胜的消耗战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目标是生产经过验证、相对简单的旧武器，甚至为了维持生产速度，还要简化生产流程，接受产品质量下降。比如 T80BVM， 乌军很早就发现俄军把 T80BVM 挂载的爆炸反应装甲换成了橡胶垫。原来的爆炸反应装甲应该填充炸药，在反坦克导弹穿透战车前爆炸摧毁导弹，降低战车损伤。但是换成橡胶垫之后，防御能力大幅削减，而且 T80BVM 应该使用 2A46M4 滑膛炮，但是乌军发现俄罗斯将其换成了 T64 的炮塔。很明显，俄罗斯这是为应急，把旧坦克拼装后直接上路。俄军士兵是否知道这辆战车的防护、攻击力都不行，那就不好说了。还有俄罗斯的海鹰10无人机，从乌克兰公布的消息来看，这款无人机的侦察设备其实是一台老款的佳能 600D 单反相机，即使算上镜头，价格估计也就几百美元而已。这样的拼接武器根本没办法在战场上发挥作用。除此之外，俄罗斯进入战时经济，生产这些旧武器也就意味着新武器无法生产。俄罗斯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双线生产，别人的技术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原地踏步，那就是落后。这就会导致一个结果，俄罗斯的武器与美制武器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工水平大幅下降，乌俄爆发后，俄罗斯的军工也是如此，情况也很类似，比如供应链中断、技术人员不足等等。就跟上面说的那样，美欧的制裁导致俄罗斯的后勤体系崩盘，对于军工来说，这同样是一个噩耗。美欧正在通过切断供应链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特别在国防工业和高科技领域。除了禁止向俄罗斯出售芯片，还对俄军工企业相关的600多个实体实施了制裁。解决办法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走私。英国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种研究所的情报显示，为了突破制裁，俄罗斯重启了冷战时期的非法购买渠道，从捷克、塞尔维亚、亚美尼亚、哈萨克、土耳其、印度和阿联酋进口各式电子零件，然后将其非法转运到俄罗斯。缺点也很明显，质量不保证。因为乌俄战争的爆发，俄罗斯爆发移民潮，大约200万技术人才离开俄罗斯，一半是为俄罗斯提供技术的美欧人才，另一半则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俄罗斯人。这种情况是一直持续下去的，影响就是军工企业的人才断层，缺少30岁至50岁的科研和技术骨干。短时间内的影响或许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还有就是制造商的问题，工厂天天被炸，谁都顶不住。就当前的情况来看，乌军的无人袭击已经不能看作战术范畴，而是战略性打击行动。除了炼油厂之外，军工企业也是乌军的打击重点，比如生产炮弹、航空炸弹和防空导弹的斯维尔德洛夫工厂，生产坦克、舰艇以及航空装备核心部件的亚速光学机械厂，还有奥伦堡的氦气厂，这是俄罗斯境内唯一的氦气生产企业。这些种种情况导致俄罗斯境内的军工企业面临很大的问题。就跟我们之前聊的那样，俄罗斯最大的无人机公司卡朗施塔德已经处于破产边缘。美欧的制裁导致外国零部件断供，生产成本提高，又因为乌俄战争的原因，俄罗斯政府下了大量订单，而乌军的空袭导致卡朗施塔德公司的制造厂瘫痪，无法履行合约，最终公司逐渐破产。这种情况并非个例。火力军还是那句话，在乌俄战争的背景下，俄罗斯的军工水平不怎么样，后勤与维护体系拉胯，也无法推进新技术的发展。
唯一的优势就是武器产量足够多，但质量又无法保证。加上美欧制裁、无人机袭击以及人才流失，俄罗斯军工已经没有未来。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的军工水平在世界上能排到第几？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据乌克兰军事媒体米利塔尼消息，俄罗斯军工企业瓦尔基里设计局在最近一次展览中展示了一款名为 RD8 的无人机母舰。该母舰有一点最引人注目，那就是除了可以使用传统无线电通道控制，还能通过 SpaceX 的星链的卫星网络对其进行操控。米利塔尼对此直言不讳。报道称，俄军这样的设计是在试图利用敌对阵营的通讯科技来压制乌克兰。但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这种技术如果不再局限于无人机，而是大规模运用于其他军工，那乌克兰将面临严重的威胁。只因星链卫星网络虽然无法在俄境内使用，却覆盖了乌克兰全境。俄军足以利用这个漏洞，指挥无人机或者其他自动化武器，直接深入乌克兰后方150公里，甚至不需要担心中继通讯被干扰或切断。俄军在乌克兰境内使用无人机的流程将得到前所未有的简化。而除了 RD8 型无人机母舰外，瓦尔基里设计局还设计了多个型号，其中包括 RD7、RD8、RD10 和 RD12 等。这些无人机的定位为多用途平台，不仅可以侦察，也能充当中继器，甚至能用于控制拦截无人机。至于 RD8 型无人机母舰，其主要作用为支援地面部队，同时拥有控制150公里范围内的战区的能力，配备 FPV 技术，通过远程遥控监测对敌据点。在具体性能方面， RD8 采用混合动力系统，装有容积5升的燃油箱，并配备了2个电动机，其翼展为 3.8 米，最大飞行上限为3公里，起飞时重量为30公斤。而母舰无人机模式则为35公斤，续航时间分别是 4.5 小时和3小时。航程方面， RD8 的最大飞行距离为150公里，巡航速度是80公里每小时，而最高速度来到了200公里每小时。此外，该无人机还携带了2架 FPV 无人机，分别装载了约为3公斤的装药量。FPV 无人机配备日式和夜视摄像头，日式摄像头方面有着30倍光学变焦功能，而夜视摄像头方面采用了640×512像素的红外成像器。在瓦尔基里设计局提供的多个型号中， RD12 为其中最大的型号，其翼展足有5米，同样是油电混合系统。续航时间上，搭配的2架侦测无人机为20个小时，母舰则是7小时。航程上，侦测无人机为800公里，母舰型则是400公里。巡航速度比起 RD8 几乎达到了一个质变，侦测无人机和母舰的速度分别为90公里每小时和200公里每小时。至于 RD12 侦测无人机的弹药量有效载荷，目前尚没有确切的数据。据相关媒体推测，其最大载荷量大概是20公斤。单纯看这些系列无人机母舰的数据，对于乌克兰部队来说，的确称得上一个巨大的威胁。但以 SpaceX 对俄罗斯星链网络的严格封锁现状而言，俄军是否真有机会在乌克兰境内大量使用这些无人机，还不好说。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其对伊利诺伊州的最大城市芝加哥在做派兵威胁，表示要让芝加哥明白为什么国防部要叫战争部。芝加哥归为美国第3大城市，同样也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属于北美5大湖区城市群核心城市。早在9月2日，特朗普就表示要派遣国民警卫队前往芝加哥，但遭到芝加哥市市长约翰逊以及伊利诺伊州州长普里茨克的强烈反对。如今再度发文威胁，约翰逊与普里茨克同样第一时间进行谴责。当然，威胁是一回事，但实际情况又是另一方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政府仍保留派出国民警卫队的权利，只是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等机构已经陆续派出人员。山雨欲来风满楼，芝加哥市未必，加州和华盛顿又对特朗普提起诉讼，因其在8月11日宣布要派遣国民警卫队协助恢复首都华盛顿的秩序。而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查尔斯·布瑞尔也对特朗普派兵到洛杉矶一事进行了裁定，认为其在法律禁止的范围内，未获国会同意便动用军事力量参与执法，与1878年地方保卫队法相悖。特朗普对此提出上诉。不过在9月7日上午的时候，有媒体在白宫前询问特朗普是否计划向芝加哥动手，得到了否定的回答。他表示只是要清理和整治这个地方，至于真实情况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
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